如立山螺旋登山，到这路哦，到这路了。哇，这趟行程的大彩蛋，真的会看到红块吗？嘉义到阿里山等了15年，终于全线开通。走，我带大家一起去。清晨5点15起床，赶赴高铁台北站，搭6点30分的车前往嘉义，然后换搭7点58分的接驳车，在8点半抵达嘉义火车站。今天要搭阿里山号第一车次，不要怀疑，我是全线都搭到了。在影片最后会分享我是怎样在最后一刻买到票。进站后依照指示到第1月台第10车的地方，这里是阿里山森林铁路的候车处，这里是林业铁路的起点。第10车厢，山下蓝天白云，天气真好，不知道山上的天气怎样。8点52分，火车缓缓进站，机关车车头在后面，上行火车是由车头在后面推上山的。上次搭这班火车是在34年前，我们2人分开坐，我坐5车9号，原本以为这是最后一个车厢，结果是第一个哎，好开心！准备出发喽！海拔30公尺的嘉义站开往终点站十字路站，海拔1534公尺。沿途会经过北门、竹崎、樟脑寮、独立山、莲寮、嘉利坪、水社寮，会起伏多连接终点站十字路站。开车时间大约要3个小时。经过阿里山森林铁路车库园区，这里我来过，是阿里山小火车的大本营。各位乘客您好，北门站快到了。进入北门站，列车长手拿通券等待交换。离开北门站，火车行走在嘉义市区，就好像是住家的后院，感觉跟人的距离好近。列车长开始检票喽，谢谢。为什么来搭阿里山森林铁路？因为被《神木之声》那部影片烧到，很想亲自来体验。坐在这列车厢里，深刻体会森林铁路的美。我想找的第一个点是这一幕，这是一条自行车道吗？在哪里？原来这是满竹自行车道，它沿着阿里山森林铁路，从鹿马产车站一路通往竹崎车站和清水公园。影片中出现的就是这一段哦。听说许多人会特别等待火车经过来拍照。我经过鹿马产车站的时间是9点32分，一路上看到许多栾树，所以等到栾树开花，我们再来骑车追火车。竹崎到了，有不少人从这里上车。车站建造于1910年，中间经过整修，现在是限定古迹哦。这里是铁路的登山起点，出站不久经过林铁牛稠溪桥，可以感受到一路上坡。在右边从树缝之间隐约可以看到嘉义市。这一段就很清楚了。哇，往下看，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这个高度，这是从更高的位置远眺嘉义市。远方的山形线条婉约，铁道迷深海鱼告诉我，那是塘湖山。
各位旅客，樟脑寮车站江南来车站到了，它在樟脑寮下车的旅客，请带车的旅客请左思后。过了樟脑寮车站，火车就进入独立山螺旋登山路段了。先顺时针绕山2圈，再以8字形绕圈离开，会经过11座隧道。那我怎样知道车子在绕圈呢？因为是往上绕圈，所以会在3个不同的高度看到樟脑寮聚落。先经过樟脑寮铁桥，再进入2号隧道。出隧道右手边就是独立山步道2号桥。影片中也有这一幕哦。穿过3个隧道之后，树缝间的是樟脑寮聚落吗？登山客会在这个景观台往下拍樟脑寮聚落，继续第2个回旋。车过第6、7、8隧道之后，隧道口的石头墙在光影下也很有图画感。这一段正好可以用更高一点的角度来俯瞰樟脑寮聚落。各位旅客，独立山车站到了，这是登山客的热门站，平日没有人，有秘境车站的感觉。一路上的云都很有表情。出站了，以8字形的铁路设计离开独立山，迎向第10个隧道。出隧道，第3次眺望樟脑寮聚落。在8字的后段可以向下回望独立山车站，所以它是一个往上爬升的8。这里有阿嬷在卖蔬果，这是要方便登山客吧？巧遇道班人员，谢谢你们维护这条铁道，辛苦了。这个山谷就是红蓝坑吗？意外看到热带林与暖带林的分界标示牌。离开独立山，感觉视野越来越辽阔。转过这个大弯，车轨的声音好尖锐哦。穿过第15隧道就是梨园寮车站了。听说这里是很棒的萤火虫观赏点，又叫做银河铁道，很梦幻的名字哦。从梨园寮开出前进3.5公里后，便是交力坪。铁路上有许多在溪涧上架起的铁桥，两站之间是少数没有隧道的区间。看到仁寿派出所的指示牌，就知道交力坪到了。各位旅客，交力坪车站到了。交力坪车站位在山坡上，这里应该有不错的展望景观，是前往瑞里风景区的主要转运站。交力坪出站后大概2分钟左右有一个大转弯，不是这个，是下一个。坐在车子左侧的乘客一定要记得拍照，有机会拍到整列蜿蜒的车厢。我当时有点头昏，只顾着拍前面的轨道，应该往后拍才对呀。有看到，这里看到了整列，我妈，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列火车，你要起来看。不好意思，我整列你的位置。你要看外面，没有整列，帮你往后看。哦，看到了，整列火车。我只拍到车尾，可惜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等一下水寺寮还有一个马蹄湾。从交力坪车站到水寺寮会经过8个隧道，是2站之间隧道数量最多的路段。这段路还有多处的竹林隧道，火车穿行非常特别。这是第22号隧道，出去再过第23隧道就是水寺寮车站了。要搭车吗？全部啊！
有没有发现车站不锈钢门板映照了红黄的车身？临铁列车有承载管制，每台车厢的站位有限，每个站可以卖的站票张数也不同。列车长好忙碌哦，水社寮站有一个团体上车，他赶过去验票或补票吧。在火车右侧是足构建筑，临铁边界，终于见到作品本人了。火车缓缓出站，要好好欣赏这个马蹄形的大转弯。远方是绵延耸立的山峰，哪一座是塔山？林相从竹林逐渐转变成杉木林了。进入奋起湖，人和房子都多了起来。乘客们拍摄火车进站，应该也是奋起湖的特有景色吧。是开往十字路站的列车，请各位旅客依序上车，祝您旅途愉快。奋起湖当然不是我们的终点站。列车长再见。依依不舍送走了火车。怎么继续阿里山森林铁路之旅呢？试试看有没有票。喂，谁会想到在奋起湖可以买到前往阿里山的票呢？我们真的买到了，而且坐在一起哦。现在可以找个有山有云的地方安心吃便当了。我吃排骨便当，阿丸吃鸡腿便当，2个人都点了笋汤。在奋起湖吃便当就是在吃一种仪式感啦。然后在老街末端的姐妹花水果摊吃到今年最爽口的水蜜桃。我们坐在3车中间的位置，接着搭的阿里山号第5车次，在12点21分抵达奋起湖，很贴心的在这里休息1个小时，让乘客可以吃便当逛老街，然后在1点21分再度启程前往阿里山站，就是这一段中断了15年。我们在月台等待下行的第8车次，上下行在这里会车。1点22分发车了，即将经过多林十字路，在2万坪停车。能够坐在这个车厢里离开奋起湖的感觉真的很好。被竹林包围的多林站不会停靠，离开多林大约3分钟左右会经过第45号铁桥，在桥上可以看到山谷间的德恩雅纳社区。掌握瞬间，我捕捉到这一幕。山林变成主要林相，十字路站到了，这应该是等待2点出发的阿里山号2车次。好多人哦！一定要和明星咖啡老板打招呼。阿里山林铁全线通车的最后1里路就是42号隧道，历经2次风灾，十字路站到平遮那站之间的42号隧道严重崩塌，决定在原隧道旁边另开隧道，在2023年底完工，才有今天的全线通车。隧道口有周族彩绘金草兰和山猪，列车长特别提醒乘客比对新旧2个隧道。接着要体验阿里山火车碰壁
也就是先进再退的 Z 字形铁道。列车长一直交代，等一下进行转侧的时候，乘客千万不要下车。到了，这里是第1分道，要进行第1次转侧。等待了至少30秒吧。火车往后移了，都退路了。这个轨道，看看是刚才走的，现在是往上，走另外一条山道。等下再在这第2分道还会一样再做自行的一个调整。看得出来，火车是在森林间倒退路吗？等一下就是要转到右边这一条轨道，继续往前往上爬。在第2分道换轨成功，继续往前爬升。列车长要我们注意林相的改变，尤其随时可能看到红块。这颗是吗？刚刚穿过49号隧道，因为转了一个大弯，之前的山谷在左边，现在换到右边了。坐在火车上，跟森林这样的亲近，仿佛伸手可及。有人问车速是不是很快，车子是不是很晃？我个人觉得还好，我看其他乘客也都很开心的样子，应该没问题。但是你们要看一下时间，我们是38分开车。2万坪车站就在前方了，列车长一再的叮咛，一定要依照约定准时上车，逾时不候哦。我们可以停留大概10分钟，这真的是此行最大的彩蛋。完全没有想到可以看到火车、铁轨和2万坪的壮丽景观同框，大家都很兴奋，下车拍照留影。观景台右前方就是塔山吧，感觉很靠近，可惜今天浓云遮住了山头。这里是拍摄塔山夕照和晚霞，还有云海的绝佳位置。离开2万坪车站，前往神木站进行第3次的转侧。这个就很震撼。远山寒翠，白云缭绕。缓缓进入了神木车站，要换到旁边那一条上坡的轨道。换轨完成，继续往上倒退路，一路就这样子退到了终点阿里山火车站。上行的车只有在这个时候，车头是在前方哦，真的有意思。火车准点抵达阿里山站，我们接着搭了早平线，去走水山疗愈步道，然后拍了塔山夕阳，为今天画下了开心的句点。好，现在来分享我们是怎样买到票的。阿里山森林铁路本线一般可以在网络上预订，
乘车前的14天，或者乘车日的前3天的票。前3天的只能买嘉义到奋起湖。我是7月6日清晨6点一开放就上网去买，查询到7月9日嘉义到奋起湖有7张票，马上就订了2张。这个时候的票可能没有办法连坐，我觉得前3天的票机会蛮大的，值得抢一下。然后想说到奋起湖再试试人品，结果阿玩人品大爆发，居然有票可以继续行程，完成了这次全线通车的完整记录。这趟行程将陆续分享下面3个主题，如果你也喜欢这些主题，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如果你也爱铁道旅游，一定要看这些影片，都是我的第一手体验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下次见咯。